你们会因为想吃一种水果专门飞到一座城市吗？我抽机票盲盒抽中了广东惠州，苏轼的那首日啖荔枝300颗写的就是这儿。我说这好呀，我也想试试一天吃300颗荔枝是什么感觉。于是我毫不犹豫的就降落在了惠州。刚出机场就是一股热浪袭来，就那种又湿又闷的天气，真的是让我这个北方人喘不过气儿来。我说赶紧先给我来一筐冰镇荔枝。我们就直奔了这个镇龙镇的一个采摘园儿。结果到这儿吧，我就感觉有点不对劲。我说这荔枝呢，怎么一点红色都没瞅见呀？一问才知道没熟，说这2天熟的都是海南那边的妃子笑，他们这边的桂味和糯米糍压根儿就没熟。我说我不相信。摘下来一吃，我酸的牙都要掉了。老板娘说他们这儿的荔枝是最晚熟的品种，在树上待的时间最长，口感也最好，尤其是糯米糍，核小肉厚，皮儿还薄，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又软又弹。就是我们这里的荔枝就是最好吃的荔枝，所以这次我就只能望之解渴了，也算是帮你们提前踩个点儿。如果你们谁端午节有空，麻烦来镇龙一趟，帮我带他几百颗荔枝，谢谢啊。荔枝没吃成，汤粉总不能错过了吧？我们就又来了恒利。原本我以为广东这边的吃的都是那种又甜又烂乎的，结果这个汤粉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从猪脚到鱼丸，从粉到汤，都是那种特别爽利的口感，一丁点都不腻，又鲜又美又淋浪。老板娘也特别健谈，一看就是个爽快人。做良心的事，赚良心的钱，不像也不会亏，自己也感觉赚了那个钱也很开心。吃完汤粉呢，我们又来到了惠东，在镇子里面溜达溜达，消消神儿。结果让我发现了一个集装箱，里边装的都是这种舞狮的道具。哎，我说舞狮可是广东的特色呀，能不能让我也舞一下呀？还真让我谈成了，因为这舞狮队里都是跟我差不多大的小孩儿，所以我们很快就打成了一片。锣鼓一敲，衣服一套，我就变成这狮子尾巴了。莫名其妙配合的还挺好，这狮子就栩栩如生的。我说不行，我要做狮子头，他们就又教我怎么张嘴，怎么眨眼，甚至还学了个像杂技一样的动作。虽然这狮子服里面是真的很热，就像在大夏天裹着棉被跳舞，但是和他们一起度过的这个下午真的好快乐。晚上呢，我们就终于来到了海边，看到了惠州这边的大亚湾，入住了一个高层的海景民宿。明天我们就从那儿出海。那晚上呢，当然就得用舒肤佳红石榴沐浴露洗个澡，好好放松一下身体。它是那种特别高级的红石榴爆汁果香调，感觉像是在红石榴园里洗澡，就很治愈。泡沫特别绵密，还添加了果酸和比毛孔还小的清洁粒子，身上擦的防晒还有堆积了1天的油和汗都能洗掉。洗完澡感觉每个毛孔都通畅了，摸着清爽又细腻，伴着甜甜的味道好好睡一觉，明天才有精神去探险呀。第2天一大早呢，我们就在码头找了一艘小渔船，船长叫强哥，是个东北人，但据说称霸惠州多年。于是边听他吹牛，我们就边向着深海出发了。受到强哥的鼓舞，我也觉得我们应该来点刺激的，于是我们选择了去无人小岛探险。岛上怪石嶙峋，周围就是无尽的深海。一开始还只是在礁石间跳跃，到后面干脆就变成了攀岩。海风很大，礁石很乱，头顶还有老鹰在盘旋。看着岛上的一片荒芜，恍惚中我觉得自己好像是鲁滨逊，看到接我们的船都忍不住喊救命！救命啊！好不容易回到了船上，我们又赶上了坏天气，海浪突然就变得很汹涌，一下一下的拍打着我们的船体。我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对真正大海的恐惧。好在海上的天气瞬息万变，过了一会儿就风平浪静，我就又体验了一把掌舵的感觉，还找了个无人的浅滩泡了一下自己。折腾了一整天，终于等到退潮的时候，我们就又到一个小岛上赶海。原本以为螃蟹贝壳是遍地捡，没想到是对眼力的超级考验。好不容易找到他们藏身的洞穴，海鲜们还宁死不屈，钳子夹断了都不愿意出来。到最后也只有一只小螃蟹给了我点面子，那礼尚往来，我就把它又放回了大海。晚上呢，我们又到了这海上鱼排吃饭，它们就像是被固定在海上的竹筏，渔网里面养着新鲜的鱼虾，捞上来就做，做完了就吃。我也是第一次吃到了真正的活海鲜。老船长说，现在这样的鱼排已经很少了，广深那边的海岸线开发的太好，但真正的出海，真实的渔民还得在惠州。我很喜欢这里未经雕饰的大海，因为我知道风浪越大，鱼越大，而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像老船长一样运筹帷幄，向着未知的深海前行。
上次我抽那个机票盲盒，不是去了汉中嘛？好多人就说特别喜欢这种盲盒旅行的方式，所以呢，我就又买了一张票。这次我抽中的是一个我连听都没听说过的城市。我爸看了之后就说：“妈呀，中国还有巴彦卓尔这种地儿呢！”巴彦淖尔。所以说我就真的坐飞机去了这个4个字能读错俩的地儿。巴彦淖尔这个地儿呢，它属于内蒙。内蒙嘛，大家的印象肯定也和我一样，就是很粗犷。第二天一大早呢，我们就去吃了一个地道的蒙餐。这个蒙餐啊，真的很猛，羊肉面、羊肉粥、羊肉包子，还有这种羊肉的炸的这些东西。哎呦，这吃完了我就满嘴流油。还有我住在那个羊肚子里边了。然后把嘴上的油抹净了呢，我们就开车去了阴山。阴山嘛，就不叫胡马度阴山，很多游牧民族生活的地儿。它不光有很多游牧民族留下的这个岩画，记录他们当时的生活，还有就是各种丰富的地貌，都红色的石头，都很神奇。然后我挺好看的，拍张照片吧，结果发现我那越野车和这地儿特搭，随便一拍就像个汽车广告似的。所以后来我就学聪明了，我和越野车一起拍，一下子把我拍的特硬汉，找对路子了。然后呢，我们就沿着阴山脚下这条省道一直开，就发现真的是天苍苍野茫茫，左手边是荒漠，右手边是大山，就中间一条小路，望不到边，手机信号也是时有时无。就在我们觉得还挺瘆得慌的时候，路边出现了一个穆家乐。牛牛牛牛牛牛牛，草原蒙古人家，他们家真的就是在阴山脚下放牧的，养了牛、羊、骆驼、鹅。然后我这社牛就走进人家，跟人家内蒙大姐打招呼，而且我这内蒙大姐特热情，给我们吃她自己做的奶皮子、奶酪、奶糖，还有各种我都叫不上名字的一些内蒙小吃，还给我们亲自拿一个70、80年的铜锅煮的锅茶。我真的是第一次喝到这么正宗的蒙古奶茶，它真的是只有纯纯的奶香和茶香，里面还要放黄油和羊肉干，还有炒米。哇塞，我到现在还在回忆那一锅奶茶的味道，简直是太香了，我就差端起锅来喝了。再开车往前走，我就发现路边有好多这种小树苗。我打开地图一看，蚂蚁森林，就我们自己在网上种的那些树，居然在实地看见了。我就赶紧下车，我说能不能让我种2棵？哎呀，这种树可是真累啊！我就挖了1棵树，我这腰就已经酸的不行。结果他们说他们每天在这儿要干10个小时，一天150块钱啊！我就听了之后真的觉得很心酸，在这么荒凉的大漠里面种树真的是很不容易。种完树，我们本以为今天已经挺完美的了，结果在回去的路上又看见路边有一个阴山大漠的景区。我们一想今天还没看见沙漠呢，我们就去了，结果发现整个停车场只有我们1辆车，就这景区没人，而且想要去沙漠的第一件事是坐船。因为它有一个湖，你得穿过这个湖才能到达这个沙漠的起点。然后呢，我们就坐上了一辆特别酷炫的越野车，冲进了沙漠。哎，这景色是真的绝美，真的就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要素全集齐了。而且冲沙也特别好玩，特别刺激，就好像在沙漠里面坐过山车一样。最后呢，我们还如愿以偿的坐上了骆驼。这骆驼啥都好，就是脾气不太好，差点给我揉下来。哇！到这儿，我们这第1天旅程才算圆满结束。我也是真的没想到巴彦淖尔这个地儿我能玩到这么多东西，所以原本我打算一期讲完的视频太长了，我也得分第2期。明天我就准备给大家讲巴彦淖尔这个地儿除了蒙古的东西以外的另外一面，大家可以浅浅期待一下。